Hello， 你们好，我是小萝卜。今天是新的一期小萝卜带你加5磅。在之前我减过很多次脂，所以在减脂期间呢，我会练很多腹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腹肌其实还不错，我自认为我自己还不错。不要看我现在，那其实给你看一下我这张照片。对，再给你看一个这个照片，再给你看一个这个照片，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对，腹肌一直是我的长项。然后呢，今天我决定把这个如何在减脂期间选择最高效的腹肌训练带给你。所有的腹肌训练其实都是男女通用，男生可能会稍微可以选择难度大一点，侧重的是我们的腹直肌的一个厚度，展现出来是一个立体的感觉。然后女生呢，其实马甲线，然后剪干了以后就大约可以了。所以男生在选择任何的动作的时候，一般来说会比女生要难度再增加一点，或者说负重再重一些。然后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一个动作。然后绳索卷腹呢，主要刺激的是我们的一个上腹肌。当然了，你很难孤立我们的上腹和下腹，因为你腹肌也就这么大块，对不对？但是它会有一个侧重点，下半身固定的时候，其实上腹会参与会多一些。给你看一下如何去做这个绳索卷腹。先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重量，然后当我做任何腹肌动作的时候，我一般会偏向于20次到25次，然后重复4组。拉伸的这个位置应该是选择我们的腹肌感受到最明显的一个拉伸的时候。好，头向前，腹肌感觉明显拉伸。收缩的位置在哪里？收缩位置，当我们拉伸的时候，属于一个吸气，把这个腹肌拉伸到一个极限。收缩的时候，肘部去找你的膝关节，然后整个膝关节保持不动。然后再给你讲一下这个绳索应该放在哪个位置。每个人身高不一样，臂长不一样，我一般会选择一个大约是这个位置。放这个位置的话，当你拉伸到极限，腹肌拉伸到极限的时候，也不要让这个绳索碰到这里，因为你时刻希望你的腹肌时刻保持一种紧张感。胃的位置的话，我一般会选择大约离这边1米的一个距离，然后头放在2个手肘之间。很多人练腹肌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说练腹肌它主要是冲次数。虽然我刚刚说20次到25次，多次数为主，但是你还是要保证每一组的完成质量，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练腹肌的效果。那不然的话，当你质量保证不了，你只有数量和组数，你的腹肌刻度也不会出来。训练腹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呼吸，同时让腹肌保持一个紧张感，不要让腰部发力。现在是我们第2个动作，就是一个在下斜板上举腿的动作。男生会做一个举腿，女生做个抬腿就可以了。给你看一下，我们双手抓着这个一个把手，然后将我们腰部贴在这个板上面，腰不要做个反弓。我们的下斜板调到一个最高的一个斜板高度，就斜板的这个度数越高，那么代表着我们这个难度也会越大。肘关节这边 OK， 锁死。当你觉得强度不够的时候，你腿可以蹬直，然后可以摆幅可以增加一点。当你发现你的腰部已经开始受力的话，那么你可以腿不需要完全的直腿，做一个微微屈腿一个动作，这样难度也会减少。然后同时我说有2种方法，就是减少它这个强度，一个是降低这个斜板的一个高度，还有一个就是说将我们的举腿变成抬腿。这个动作呢，主要刺激我们的这个下腹肌，也是一样，注意呼吸，注意节奏，然后也是20到25个为一组，一共做4组。接下来是一个针对上腹的一个动作，然后我称它为一个负重的摸脚尖。然后这个动作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练腹肌动作，主要针对我说上腹。给你看一下为什么我最喜欢它，因为首先它不需要用到特别多的一个器械，刚才前两动作都用到器械。这个动作呢，你只需要一个瑜伽垫和一个负重，就是你的哑铃。在这边呢，我选的是10公斤，10公斤对我来说是一个算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数字。当你属于一个新手期的话，
那么我不太建议你拿特别大的一个负重，那么你的腰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重点是一定要把动作做完整、做标准。把脚抬起来 ，OK， 手臂伸直，托着负重，然后用这个哑铃找自己的脚尖，同时吐气去收腹。3、2、1。控制我们的这个髋关节不要动，控制这个角度不要动，保持住。再来。接下来动作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动作，你看一下，找一个杆杆，把背收住，然后做一个举腿动作。这个动作的难点就是说，不要去过度的去借力，不要去甩。举腿的时候，它非常容易晃，你需要你的核心一定要稳，保持住。然后下放的时候稍微再慢一点，不要太快。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你浪费了这个动作的一个精髓。这动作精髓就是它的幅度会很大，同时呢，它用腿的一个自重做一个跟你腹肌去做一个对抗。当然，这个动作如果说你做不了的话，可以选择从举腿变成抬腿，但一样。上去的时候吐气，拉伸的时候吸气。接下来一个动作是练我们的俯外斜膝。虽然俯外斜膝我不经常练，但是俯外斜膝对于一些俯外斜膝不太好的人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练。所以这个动作是专门给你的。俯外斜膝如果练得过多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腹肌这个区域这边过宽。但是不代表你不可以去练它。当你俯外斜膝足够好的话，你可以少练它。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动作如何去做。首先把我们这个绳索调到最低的位置，脚套好。一会儿呢，为什么称它为一个高阶版？就需要你保持一个核心的一个稳定，用我们的右膝盖去找我们的左臂，给你看一下。在这里呢，我一般会做一边为20个，然后20个为一组，也就是右边做完，我们再做左边，左边做完以后再做右边，中间没有休息，然后一共重复4组。然后这个动作相比一般的一个登山者区别，登山者的话一般是 OK 直上直下，但是我们会做一个旋转，又加了一个负重，这就是一个高阶版的一个登山者。接下来是我选择的最后一个动作，那就是平板支撑。平板支撑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腰部发力过多，导致腰部会酸痛。很多人会做一个错误的姿势，比如说这个。所以正确的这个平板支撑如何去做呢？我们屁股会不会稍微，就我们整个上半身应该是平行于一个地面的感觉。但是，一般的平板支撑对我来说已经是小 case 了，所以我会选择做一个负重的平板支撑。然后在这边呢，我会选择一个15公斤，然后我们每一组做45秒，然后45秒为一组，然后一共做4组。嘿。保持一个深呼吸的状态，同时腹肌一直保持一个发力。如果说你能完成一个标准正确的一个平板支撑的话，那么再考虑负重，不然的话不需要考虑。
再给你讲一下这个动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当你想加负重的时候，那前提我刚刚说了，那说明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已经很简单了。你再选择负重，那负重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放在自己腰上，而是像我刚才一样放在自己的背上。那么如果是女生的话，我其实就不是建议你去加多重了，只要能把这个动作做标准。如果你觉得简单的话，可以把45秒钟变成1分30秒为一组，做4组。今天我给大家选择了6个在减脂期间最高效的腹肌动作。你可以把这6个动作安排在你休息日，就比如说你腹肌是你的弱项，那么安排在你休息日，着重去练这6个动作。我说了，每动作练4组，那么你腹肌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额外的一次训练。如果说你腹肌还 OK， 就像我平时我会把它1周练2次，然后每次会把它加在我的训练，比如说我的大肌肉群之后去训练。那如何去安排呢？我一般会挑2个动作到3个动作，一共完成4组，听懂了吗？就是当你的腹肌弱的话，你可以把它单独抽出来去练；如果当你腹肌还比较强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大肌肉群一起去训练。但是一定要去练腹肌，即使你在减脂期间，如果说你想让你的腹肌非常立体、非常好看的话，那么别忘了今天小萝卜带给你的6个腹肌高效训练动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